每次站在全联那个调味料区，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头直接当机？真的，左边那盒白味噌，颜色透亮，看起来超百搭，像个小清新。右边那盒红味噌，黑不溜丢，感觉一秒把你拉到日本百年老铺，满脑子都是古早味。包装上都写着道地日式风味，价格嘛，也差不了几十块，但你站在那边就是满头问号，到底哪一种才正宗，哪一种煮汤才不会死咸？还有长辈在旁边念叨，说颜色深的伤肾，吃了会秃，真的假的？如果你买味噌，到现在还是看包装顺眼就抓，或者干脆挑特价的。说真的，你可能会错过一个让餐桌秒变高级日料的秘密武器。更惨的是，搞不好你一直以来吃下肚的就只是没有活性的死味噌。今天这支影片我不跟你啰嗦，我直接帮你挖出日本百年老店里那种钻研发酵工艺的20年老智慧。先说好，这绝对不是玄学，全部是实打实的科学跟经验累积。看完满满干货，我保证你以后再也不会买错，随手就能煮出那种全家人抢着喝的神级味噌汤。老规矩，先按赞收藏，我们直接开拆。很多人心里都有个超扯的误会，就以为红味噌跟白味噌的差别，大概就像红糖跟白糖那样，是额外加了酱色，或者根本用了不一样的豆子。错，大错特错！听日本老职人讲才知道，不管红的还是白的，他们老祖宗完全一模一样。说白了，就3样东西：大豆、盐巴，还有用来发酵的曲菌，像是米曲或豆曲。市面上那种什么红味噌才是纯天然，白味噌有漂白的说法，根本是无稽之谈，听听就好。那奇怪了，既然原料一样，为什么最后会变成一黑一白，味道还差那么多？最大的关键就藏在时间跟温度的魔法里，这才是两者工艺上最根本的分岔路。我们先来聊聊白味噌，就是很多台湾女生跟小朋友超爱的那种，看起来晶莹剔透。它凭什么可以这么白净？秘密就在于工厂对待大豆的方式超级温柔。做白味噌的时候，大豆必须先用水煮，在煮的过程里，豆子里面那些容易让颜色变深的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物质，会大量跑进煮豆子的水里，直接流失掉。因为这些会变色的家伙都被洗掉了，所以豆子就能维持白白净净的样子。接下来，师傅会加进比例非常高的米曲来发酵。重点来了，白味噌的发酵时间超级短，短的话几天，最长也就几个礼拜就可以包装出厂。正因为它几乎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氧化反应，所以能完美保住那种淡黄色或者很温润的奶白色，整个质地摸起来、吃起来都特别松软细腻。你完全可以把白味噌想象成调味料界的小鲜肉，年轻清爽，还自带明显的甜味。为什么会甜？就是因为那个高比例的米曲转化出了一堆糖分，换到红味噌这边，画风完全突变。他走的是硬汉路线，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大哥，他的大豆才不跟你过水煮，人家是用高温蒸熟的硬派工艺，这个动作超厉害，能把豆子里满满的蛋白质还有所有氨基酸一滴不漏的全部锁在豆子里面。然后红味噌就要开始一场漫长又严苛的修行，发酵时间超长，起跳就是半年到1年。有些顶级百年老店甚至会让味噌在木桶里死磕熟成3年以上。在这段漫长到不行的日子里，大豆里的氨基酸跟糖分会发生一种超神奇的化学反应。没错，就是那个大家常听到的梅纳反应，就是你煎牛排表面那一层焦香，或者刚出炉烤面包那种香死人的味道来源。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这个反应会让味噌颜色越来越深，最后变成浓郁的红褐色，甚至是深棕色。很多台湾长辈一看到这颜色，眉头就皱起来。哎呦，这一定放很久坏掉了，或者是这绝对加了人工色素，吃起来一定死咸又伤身，天大的误会好吗？人家这种深沉的颜色，根本不是人工加进去的杂质，那是纯天然熟成留下的岁月痕迹，是时间硬生生淬炼出来的顶级精华。说到这里，我必须立刻打破第2个迷思，就是健康跟营养，
太多人被网络养生文唬弄，觉得红味噌颜色那么黑，吃下去肾脏一定会抗议，宁愿多花点钱，也坚持只买白的。日本老职人听到这种说法，直接在旁边狂摇头。老实说，两种味噌都是顶流的天然发酵食品，只是人家营养的强项点在不同技能树上。红味噌因为发酵够久，在漫长熟成里产生了非常猛的抗氧化物质，科学界叫它类黑金。这东西可不是随便说说，很多日本医学研究都有证实，它对清除自由基、促进新陈代谢超级有帮助，根本是大豆蛋白最完美的抗老转化。至于白味噌，虽然没有点出类黑金的技能，但因为米曲比例极高，所以含有爆量的 GABA。 有在买舒压保健品的人，对 GABA 绝对不陌生吧？它对舒缓神经疲劳、帮助放松、提升睡眠品质是大加分，所以红味噌适合想要抗氧化、偏爱浓郁口味的人，白味噌适合压力山大、想求温和疗愈的人。这两者哪有绝对的好或坏？本质上都是对身体超级赞的超级食物。口感差别，我跟你说，亲自吃过一口就会发现，真的是天崩地裂的对比。白味噌因为米曲多，发酵时间短，自带超明显的微甜感跟浓缩的米香，咸度也比较低，吃进嘴里就是很温柔、很轻盈，就算煮汤手抖放多了，也不会觉得齁嗓子。有时候甚至错觉自己在喝一碗有豆香味的甜汤。反观红味噌，人家追求的是极致的鲜味，就是日本人整天挂嘴边的那个乌马米，豆香非常深沉，非常有厚度。虽然咸度比白味噌高，但请注意，那绝对不是死咸，那是吃完会回甘的咸，在嘴里尾韵拉得非常长。如果你单挖一小口优质红味噌来吃，你会发现整个口腔瞬间被那种浓烈醇厚的发酵香气给暴力霸占，记忆点超深。好啦，重头戏来了，这段绝对是今天最实用的部分，让你马上能在厨房里搬出来炫耀。到底什么菜该配什么味噌？拜托，选对用途绝对比你站在货架前纠结颜色重要10倍。我们常说嘛，没有最好的味噌，只有最搭的食材。老职人也偷偷透露，在日本真正的料理店里是不可能一罐味噌从头用到尾的。先说白味噌，灵魂就是提鲜但不抢戏，它偏甜又温和，超级适合拿来煮清淡的海鲜汤，像是海带豆腐汤、萝卜蛤蜊汤。白味噌那种柔和感，可以完美衬托出蛤蜊的海味跟萝卜的清甜，完全不会把主角风采抢走。煮出来汤头喝起来就2个字，高级。另外，如果你去过高级日料店，吃过西京烧，就是那种表面烤的金黄灿灿，吃起来甜甜香香的烤银鳕鱼，那绝对是白味噌的主场秀。用白味噌加点味飞去腌鱼，烤出来不仅有层超赞的甜香，重点还不容易烤焦。对了，台湾夏天热到爆，用白味噌调一点日式沙拉酱，或者直接半烫好的秋葵、菠菜，清爽又解腻，根本是拯救没胃口的绝配。那红味噌什么时候才轮到它上场？答案很简单，对付重口味跟油脂多的食材。红味噌的核心奥义就是压腥增浓。你今天心血来潮想煮一锅放满五花肉、红萝卜、牛蒡的日式豚汁，或者想炖一锅浓到爆的牛肉，听我的，拜托赶快把白味噌收起来，换红味噌上阵。当五花肉那种丰富的油脂撞上红味噌深沉的发酵酸香，那个化学反应真的会让你失控。连扒3碗饭，红味噌不仅能压制猪肉或牛肉的腥味，还能把汤头的厚度跟鲜味往上拉满几个层次。炖出来的汤汁，那个色泽红亮诱人的样子，看了就饿。有去名古屋玩过的朋友一定懂，那边最有名的味噌煮乌龙面，或者邪恶到不行的味噌炸猪排，那种吃过一次就粘在脑海里的浓厚酱汁，灵魂绝对就是红色的巴丁味噌。看到这边你可能会想，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如果2种风味都想要怎么办？算你赚到，这边免费教你一个连日本高级料亭大厨都在偷用的隐藏版大绝招，直接把红味噌和白味噌用1:1的比例加在一起用。
这种做法在日本叫做调和味噌，也就是和味噌、红味噌那种深沉带劲的鲜味。配上白味噌柔和清甜的米香，两个人在锅子里完美互补，截长补短。不管你今天煮什么汤，丢什么料，都能达到鲜味跟甜味的神级平衡，既不会太死咸，也不会甜到腻。这可是很多资深老饕跟日本家庭主妇死都不说的黄金比例。下次在家里煮汤，强烈建议一定要试试这个调和魔法。最后还是得来点避坑指南，到底在超市要怎么挑出一盒真正的好味噌？第一步，不管你买红的还是白的，拿起来第一个动作绝对是翻到背面，死盯着配料表看。现在市面上有太多便宜速成的味噌工厂，为了省时间，压低成本，会在里面狂加氨基酸液、酒精、游离化学物质，甚至防腐剂，就为了硬挤出一种好像有发酵过的假味道。这种东西在业界直接被宣判为没有灵魂的死味噌，吃进肚子里不但享受不到发酵食品的好处，还只是在给身体找麻烦，增加代谢负担。听好歌，真正优质的好味噌，配料表应该超级干净，干净到只有最基本的3样东西：大豆、大米或大麦，还有食用盐。只要看到配料表清清白白，只有这3样，别犹豫，买就对了。买回家之后的保存方式更是个大魔王，也是我们台湾人最常踩雷的地方。很多人买了味噌回家，顺手就往流理台下面橱柜一塞，想说常温放着就好，拜托，这真的是大错特错。人家纯天然发酵的优质味噌可是活生生的，里面住满了活性的乳酸菌和酵母菌。如果你把它丢在常温下，特别是台湾夏天动不动飙破30度的鬼天气，高温会逼得味噌里的菌种继续失控狂飙发酵，下场是什么？就是颜色越来越黑，味道变得爆酸，最后整个风味大走钟，原本的层次感全部死光光。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买回家一拆封，立刻马上盖紧密封好，直接丢进冰箱冷藏。如果你们家人口不多，一小盒味噌要吃800年，那我更推荐你直接推进冷冻库。不用怕味噌会结成冰块，因为它含盐量够高，水分又少，就算待在零下18度的冷冻库里，也不会结冰变硬，拿出来的时候一样可以用汤匙轻轻松松挖下去，而且冷冻的低温可以直接按下发酵的暂停键，完美把味噌最新鲜的风味跟香气锁死。这招超级好用，一定要学起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拜托，以后千万别再瞎迷信红味噌伤身体，或者觉得白味噌不纯了。味噌说穿了，真的是大自然跟时间联手送给我们的发酵奇迹。你今天如果想走清淡鲜甜风，煮个海鲜汤，弄个凉拌菜，请毫不犹豫地把白味噌拿出来。如果是想吃浓厚醇香的口味，炖肉煮面，想压掉肉的腥味，红味噌绝对是你最强的队友。如果贪心想要完美平衡，那就大胆试试1:1的调和味噌吧。当然啦，最后还是要很鸡婆的温馨提醒一下，味噌汤营养归营养，但它里面毕竟还是有一定分量的呢，每天喝1到2碗刚刚好，凡事适量才是王道。如果你自己或者家里长辈血压偏高，在煮汤的时候可以稍微变通一下，多丢一点富含钾的蔬菜进去，像是菠菜、海带芽、洋葱、各种菇类，钾离子可以神助攻，帮身体把多余的钠排出去，这样吃起来口感更爽更丰富，对身体也更健康。问题来了，你平时家里常备的是白味噌还是红味噌？或者你心里已经有那道最想用味噌搞定的菜了？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有点料，或者你脑海里立刻浮现某个每次都乱买味噌，永远煮不出好喝味噌汤的朋友，拜托赶快把这支影片丢给他，顺便按个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频道会继续帮你扒开更多实用的美食科普真相，大家下次见了，拜拜。